嘿，干啥呢？坐我看节目了。大家好，我是全工。首先，真心的感谢热情的观众老爷们，给我带来了无比巨大的鼓励。爱你！在数码区一顿小胡混之后，也打算做最开始计划做的事情。实不相瞒，我是一名模型爱好者，是大家口中的胶老，已经10多年了。在新的一年，我准备完成一套模型制作的教程，让大家更了解我和模型。这是本期节目的技能树，每一期我都会在片头放出，并且标注好时间，大家可以配合屏幕中的时间条，方便检索回顾。如果是模型萌新，跟着点技能就行，没有弯路。如果是有过模型制作经验的小伙伴们，可以多多关注收藏，我会在步骤中附上积累的小经验，一定会让大家的模型制作事半功倍。除了技能树，我还会随着节目的更新，帮大家整理出来一条模型制作的流程图，一套合理的作业流程，能节省时间，让制作思路更清晰。希望我的教程可以让大家掌握足够的制作技术，可以不被制作技术拖腿，大胆地创造心目中的高达，收获动手的快乐。首先，这是本期会用到的工具：神之手水口剪钳、田宫金牌剪钳、自制的打磨器、800目红鹰砂纸、600目红鹰砂纸、得力标签纸。喂，别问推荐的工具能不能用其他的代替，可以，但是不保证效果。不知道买啥的，以我为准。带着口音的霸道总裁全攻刘。2把剪钳，我们区分了主钳、副钳。为什么分工？归根结底就是因为穷。为了大家记得清楚，神之手我们就叫它小贵，副钳就叫它小剑。他俩是 CP， 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小贵活好心细，一生只会兑现水口。切起水口犹如切豆腐，手起刀落，让人赞叹连连。但是你要是拿它来硬干点别的事情，可能不太行。小剑皮实耐干，中庸之中带着莽，干起活来从不掉链子。造成小贵和小剑如此不同的原因，就是这2个剪钳，一个是单开刃，一个是双开刃。小剑的工作状态是挤压切割，水口处的塑料受到挤压，发白的几率接近100%。其实发白还好，运气不好的话，造成水口清理不干净，严重的会造成零件缺肉。仔细看小贵的话，一边是刃，一边是平面。单开刃的剪钳工作状态更像是在砧板上切肉，是切断，并且神之手的刀刃更薄，产生的挤压的力更小，切面不容易发白，残留的水口少，减少打磨时间。买一把好的剪钳还是很有必要的。闻到了吗？氪金玩家的味道。砂纸我最喜欢的是红鹰，蘸水多次不会打角变形，直的砂比较均匀统一，而且耐用。大家有其他钟爱的砂纸，也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之中发出来。打磨器就是找平整且刚性强的随便什么东西沾上砂纸都可以用来打磨，但是从体验来说，有这样一个握把会舒服很多。平常我会习惯每个出期的砂纸打磨器准备出来一堆，用完之后直接换下一个，闲下来的时候再做一批。这是一盒全新的模型，其实也不是全新，特殊情况就用老库存假装一下。开心几秒后打开盒子，别着急拆弹，掏出说明书，点所有的板件，一边轻点一边小心的打小勾勾，然后确认是否有缺失的板件，再仔细查看是否有损件的情况，主要查看大零件、长零件、透明件。如果出现缺件或者破损，请选择态度与商家约谈。如果没问题，装好扔货架上击灰，耶！好，真的开整，真的开整。粗组阶段，常规的零件处理分为3步。第一步，用副钳在远离零件、贴近流道的地方下剪，
感觉不舒服也可以直接剪流道 ，OK 的啦。第二步，取下零件之后剪短水口，一般模型的水口是这样的，剪短水口不要从斜面下刃，找到两面平的地方，用神之手贴住剪就行。剪的时候尽可能的使用刀刃中间的部分，避免神之手出现错刃的情况。如果非要从斜面下刀的话，剪前容易有自己的想法，会造成缺肉，对新手而言造成的零件与心灵的双重伤害，难以平复。第三步，砂纸打磨水口，神之手贴住剪好的水口，用800目的砂纸大概蹭蹭就行。如果是其他的剪钳，建议不要贴剪，稍微留点水口，先用600目蹭蹭，之后再用800目蹭蹭。蹭蹭的时候，尽量让打磨器与打磨的面保持平行，少次多看，避免打磨过度。另外，下一期就是介绍关于打磨的内容，对自己的手不太放心的话，可以看完再下手，小心的发育，要就要稳稳的幸福。打磨差不多了，就用指甲抠一抠，指甲会告诉你水口的打磨是否平整。二是重新挤压一下水口部分的塑料，让发白消失。如果不消失，就加大力度；如果还是不行，就那么着吧。反正还会教大家喷漆上色的，发不发白不重要。小经验，一般大家做模型的步骤可能是和上文的常规操作差不多，取一个件儿就开始处理水口，反复直至拼出来一个部位。其实我们可以优化一下步骤，将可能重复的工作放到一起，单向的完成工作，能减少来回换工具找零件的时间，效率会更高。这个思路可以贯穿整个模型制作。我找了个没那么老的说明书，我们一起看一下。说明书会将机体分为几大块，脑袋瓜、胸部、裆部等等，并且会标注每个部分都需要哪些板件。我们需要找到这些板件，然后将拼装这个部位的所有零件都剪下来，统一处理。小经验，拿出标签纸，在上面写好编号，正着写完反着写，按照编号贴板件上，后续找板件的效率会直线上升。回到我们手中的 RX178 超级高达为例，它的胸部没有像之前板件标注，没有关系，大概看一眼，得知零件包括了 H、K、Z 等板件，我们自己写好。首先我们找到 H 板件，只取下 H 板件中本部位所需的零件，然后找到 K 板件，取下 K 板件中本部位所需要的零件，以此类推。当所有的零件都取下后，统一贴剪水口。万代的防呆说得很好，按部位集体取零件，安装不会出错。需要注意的地方也会有特殊的标记，大家按照这个表格对照查看就行。其余的说明书中的日文没必要非得知道是什么意思。哎，有小伙伴注意到了，怎么不搞水口？是的，先不处理水口。高达模型的骨架和关节的水口会被涉及到拼装完之后根本不会露出来的位置，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打磨。还有大量的水口在零件组合后会在相同的一面，甚至相同的位置，我们组合好之后再进行打磨就行。一次打磨2水口，能偷懒就偷懒，它不香吗？小经验，通常模型在完成品前拆装几次，卡损过长会难以安装，可以在拼装过程中看到太突出的卡损，就给它来这么一下，最后做完卡损点胶再安装就行，这样拆卸就会方便很多。小经验，做模型尽量不要烂尾，如果必须要暂停，记得检查收纳好零件，否则就会像我一样完全拼不起来。喂，模型制作过程中难免零件或者工具掉落，被地板黑洞吞噬，要强迫自己养成在零件掉落时用目光死死地锁定住，但是身体不要有动作的习惯。那年盛夏，看着笔刀划过桌面时夹紧了双腿而受伤的全攻6。模型的基础拼装方法就是这些。小学时期开始接触模型的我，没有机会和资源学习到更多更深的模型制作技巧。现在我有了条件跟大家分享经验，我也感到很兴奋，但是也会有一丢丢的担心，我是否能将我的经验准确清晰地表达出来。
之后我会尽力的将视频做得有趣，陪着大家走过模型制作的每一步，让更多的人体会到模型制作的乐趣。大家有任何意见或者建议，可以在评论区中提出来，我都会一一回复。如果感觉还不错，希望能给个3连支持一下，这是我做视频最大的动力。我是全工，各位下期再见。